村头王大爷都知道，飞机上有一个终极保命设备——冲压空气涡轮，英文简称 RAT， 所以外号又叫小老鼠，长得很萌。万一飞机的发动机以及辅助动力系统 APU 都坏掉了，这个小老鼠就会被放出来，在大风中旋转起来，为飞机提供应急动力。所以 RAT 很重要，是保障飞机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。当它放出来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准备好把身份证含嘴里了。说到这儿，我有个朋友菊花一紧，说不对，我刚买的那一架飞机咋没有这个小老鼠？问了之后我才知道咋回事儿。这哥们儿手里有几个臭钱，最近发现周围的酒肉朋友都买了小米苏七 Ultra， 一天天在朋友圈装逼。他觉得自己曾经帅气的比亚迪汉瞬间失去了光彩，被比下去了，就想直接买一架飞机重回巅峰，把失去的都赢回来。他找到销售，销售就告诉他，飞机呢有大有小，塞斯纳172那种太小，飞的也不一定比汽车快，买个这玩意儿不光面子回不来，腰杆也彻底断了。但是像波音747那种太大的飞机，性价比又太低。俗话说，骑自行车去酒吧，该省省该花花。中等大小的飞机是最划算的，比如波音737、空客 A320以及 C919。具体买哪个呢？ C919 它现在产能太小，商飞手里压了不少订单，不见得理你。同理 A320 也类似，空客订单都拿到手软了，小客户他们瞧不上，短期内能提货的就是波音737了。交钱之后很快飞机就到手了，他没事在机库把玩的时候，无意间发现这个飞机它竟然没有冲压空气涡轮，就突然很生气，说销售骗他，卖给他一个残次品，不把他的命当命。但实际情况呢，他误会销售了呀。波音737本来就没有设计过冲压空气涡轮，那这是波音减配了吗？前面说了，冲压空气涡轮的作用是给飞机提供应急动力。你说这么小个东西，它能输出多少动力呢？5000瓦了不地了，我那破比亚迪一脚油下去都能超过100千瓦，所以你想用这个小老鼠为飞机提供推力，根本不可能。这小小的5000瓦主要就用来发电或者提高液压系统的压力，最终推动飞机的舵面运动，控制飞机转弯以及加速减速。反正发动机已经熄火了，飞机是肯定会落地的。那我仅要保证的就是它不能乱落，比如不能落在人多的地方，砸到花花草草的，最好能飘到机场。要是飘不到，你找个空地或者落河里也行啊，这很合理吧？在天上，飞机的控制比动力更重要。你要是没开过飞机，那你想想手里的雅迪，在行驶的过程中，你是害怕电瓶没电，还是害怕这个车把突然锁死，转不动了？那显然是后者。波音737是一款经典的飞机，也是一款老飞机，它身上有很重的历史包袱。除了著名的小短腿，还有就是整机的电动化程度不高。飞行员都说这飞机它是个空中健身房，开几趟下来他妈肌肉都练出来了，就是因为它的飞行控制系统是机械操控的。相比后起之秀 A320 以及 C919 的电传飞控，开起来确实辛苦不少。纯机械的东西虽然看起来傻大粗笨，但总是给人一种踏实的感觉。即使断电，只要这个飞行员他别想不开，飞机就不会失控。现在明白了吧？737之所以没有冲压空气涡轮给飞机提供应急动力，是因为飞行员本身就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核动力。737的最新款737 MAX 电动化程度提高了，在部分非核心的舵面上用了电传飞控，比如扰流板，再比如著名的机动特性增强系统，用计算机来控制飞机尾部的水平安定面，权限比飞行员都大。年过半百的737鼓起勇气朝着新时代新技术迈了一小步，结果却拉了一坨大的，险些晚节不保。即使最新款用了部分的电传飞控，它依然没有安装冲压空气涡轮，原因还是不需要。发动机和 APU 全部熄火之后，飞机发动机最前面的大风扇能在大风中旋转起来，起到冲压空气涡轮的作用，为液压系统提高压力。即使发动机和风扇卡着了转不了，液压系统没法为飞控系统提供助力，飞行员大力出奇迹，使出吃奶的劲儿，也能通过纯手动控制核心的舵面，保证飞机不失控。换句话说呢，设计冲压空气涡轮是手段而不是目的。适航规章从来就没有要求飞机必须要装这个小老鼠。我翻了一下，只找到一句很笼统的规定，就是飞机必须设计成在所有发动机都失效的情况下仍可操纵。具体你是咋实现？你是放出小老鼠提供应急动力，还是用飞行员这个核动力？那我不管。说到这儿插一嘴啊，不知道看视频的观众里有没有谁家是研制这个冲压空气涡轮的？如果没有，
那我想再问问，有没有谁家是研制风扇的？因为冲压空气涡轮的本质就是个风扇，只不过风扇是推着空气流动，而涡轮是被流动的空气推着转，原理一模一样的。谁要是做风扇呢？给你推荐个好东西，一款结构优化软件 AirPod， 集成了丰富的选用算法，调用 CAD 以及 CAE 软件做个结构优化，那贼鸡巴好用。风扇这个东西结构看着很简单，但你设计不好了，它就是干转圈没有风。前段时间我看了个案例，广东一家做风扇的企业用了 AirPod 做优化，软件短短2天时间的自动运行，就让风扇的风量增加了20%。那老板都激动的不行了都，不只是风扇设计，各种结构优化都能用。国外也有类似的软件，比较有名的像西门子的 iSet， 我也用过。不得不说，老外的软件真难用，我学了好久才凑合跑通了一个案例，好像 iSet 也好几年没有更新了吧。国产工业软件在易用性上具有天然优势，推荐大家去天赋软件的官网下载试试，反正也不要钱。关于冲压空气涡轮这种特殊风扇的历史，我查到的资料呢，说它最早是用在 VC10客机上，英国上世纪60年代研制的一款飞机。当时这个尾调4发妖孽之所以用 RET， 就是因为它使用了部分的电传飞控，需要用 RET 给飞控系统做备份。这几十年，虽然大家很少看到小老鼠的身影，可能仅有的几次见面都是飞机试飞的画面。你就庆幸自己没见过吧，那不是啥好事儿。我看 RET 设备供应商柯林斯宇航的介绍说，过去几十年 RET 已经拯救了超过2400条人命，这功劳不可谓不大呀。正应了那句话。视频到这里，估计也回答了很多人的疑问。2024年底发生的韩国济州航空空难，初步的调查结果说，黑匣子在空难发生前4分钟就停止记录了。我觉得停止记录的最大可能就是黑匣子断电了。有人就好奇，说飞机都这么缺电了，我也没看到这个冲压空气涡轮放出来发电啊。韩国摔的这个飞机正是波音737，压根儿就没有设计过冲压空气涡轮，你能看到就奇了怪了。好了。这期视频就先到这儿，查资料真是辛苦了，你别忘了给我点个赞啊！如果还没有被群主踢出来，欢迎转发视频到闲金相爱一家人家庭群，让大9和2E也学习学习。咱下期见。